屏风，中国传统建筑物内部挡风用的一种家具，所谓屏其风也。屏风作为传统家具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历史由来已久。屏风其实就是放在室内用来挡风或隔断视线的用具，有的单扇，有的多扇相连，可以折叠。屏风一般陈设于室内的显著位置，起到分隔、美化、挡风、协调等作用。它与古典家具相互辉映，相得益彰，浑然一体，成为中式家居装饰不可分割的整体，而呈现出一种和谐之美、宁静之美。司马金龙墓出土彩绘人物故事旗屏，或称彩绘人物故事旗屏、北魏彩绘人物故事旗屏。该文物出土于司马金龙墓，该墓址坐落在山西大同城东南 7.5 公里处的石家寨村西南。司马金龙墓出土旗屏为木质旗屏风，上绘有多幅人物故事画，色彩艳丽，线条清晰。这一旗屏既是魏晋时期漆器珍品，又是北魏绘画史上的佳作。该文物反映了北魏的社会生活，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。彩画旗屏风大都已经朽散，从保存较好的两端看，绘画内容大部分采自汉代刘向《列女传》故事，绘画艺术和油漆工艺都有很高的水平。它继承了战国和两汉漆画的优良传统，在相当大的画面上以富丽的色彩描绘了真实生动的多种图画，而技法上却较两汉前进了一大步。这件屏风不但在当时属上品，在现存北朝文物中也是难得的精品。它的发现是美术史上的一件大事。漆画上有大片题刻题榜文字，字体秀丽遒健，用笔和结笔已经楷法，是尽力向唐楷过渡的典型，实为不可多得的北魏书法真迹。这件彩绘人物故事旗屏所展现的漆绘工艺十分高超，漆工以朱漆为底，黑漆勾勒线条，铅白涂脸手，黄白、青绿、橙红、灰蓝等色渲染服饰器具。漆叶粘稠，本不易作画，但此屏风上彩绘笔法细腻，人物须眉衣带一丝不苟，线条勾画与顾恺之笔法相似，实为北魏绘画的杰作。旗屏上彩绘人物故事取材于刘向所著《列女传》等汉代文献，描绘的是帝王忠臣孝子列女，其意在以历史人物故事寓世教民。每幅画上均有黄色墨书榜题和题记，揭示故事主旨。墨书笔画方严劲挺，节字字平宽博，具有舒展刚健的特色，接近楷书，但有的字尚带有隶书遗风，可见漆屏上书法正处于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阶段，是留给后世难得的书法佳品。漆屏风用木板制成，出土时较完整的有5块，变修朱漆，然后作画，由黄色墨书榜题和题记。屏风两面圆阶有画，入葬时朝下的一面腐蚀严重，原貌难以辨别。第1、2块屏风画用蓝界分为4层，第1层6个人物为帝舜恪守孝道的故事，第2层3个人物为周太王妃太姜、周武王母大姐、周文王母太任的立像，第3层2个人物为鲁师春江及春江女像，第4层6个人物为班婕妤辞成帝同成辇故事。以上故事多出自西汉刘向所著《列女传》，帝舜事迹见《史记·武帝本纪》。所画内容与汉代历史人物故事寓世教民的传统相承袭，画风与东晋名画家顾恺之的作品十分相似，画像则已见南朝绣骨清象之端倪，而以漆或油彩作画比在纸帛上作画更为不易，可见漆工技高超。这件屏风不但在当时属于上品，在现存北朝文物中也是难得的精品。
与屏风同出的还有4个石雕屏幅，是查理屏风用的，每件边长约32厘米，高6.5厘米。屏幅雕刻极精，但内容与屏风画没有联系，均与佛教有关，说明当时北魏佛教十分兴盛。1965年到1966年，山西大同市博物馆对司马金龙墓进行了发掘，墓葬全部地下建筑由墓道、墓门、前室、后室和右耳室组成。墓室南北总长17.5米，后室高5.2米，墓道全长28.1米，全部用砖5万余块，每块砖上都有洋文“琅琊王司马金龙墓受砖”10字。根据出土墓志，司马金龙卒于太和8年。亲闻姬臣是太尉世中陇西王执勤贺斗拔之女，贺斗拔即北魏大将元贺。亲闻姬臣卒于延兴4年，所以漆瓶上的工艺和绘画都是5世纪晚期的可靠遗存，对于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而言有不可替代的价值。司马金龙墓出土时已经被盗，漆瓶被拆散后零散地抛于墓的甬道及后室南部。考古工作者清理出较为完整的漆瓶5块，每块各有损破，大小也不完全一样，大体是每块纵80厘米，横20厘米，厚2.5厘米，用缩铆结构拼接。笔者推测漆瓶原本可能是6块，或许是唐式6条瓶的前身。现在遗存的5块漆瓶，有3块在大同市博物馆，2块品相最好的在山西博物院。山西博物院的2块漆瓶可以拼起来，正反两面各4层图画，共有8个故事画面。这次展览上展出了其中保留最好的一面，背面保存状况不佳，以照片形式展出。漆画并不是一般的绣漆，而是以木板和漆来作画，是一种古代的绘画方式，类似于壁画和纸绢画。司马金龙墓的漆瓶以柏木做板材，先以织物贴附做漆灰地，平整后修朱漆做底色，然后再用称为描漆的技法绘画。具体而言，是用黑漆线描人物和器物的轮廓线，然后在轮廓之内填色，最后画上人物五官、衣褶花纹等细节。红漆和黑漆坚实耐久，目前保存较好，但是其他色彩用油料调成，上面不照漆，所以普遍容易脱落。尤其是人物面目用的是铅白打底，剥落后看不清楚，十分可惜。榜书题记用黑漆写在黄色染料上，如果黄色染料脱落，就什么也看不到了。所幸很多文字保留了下来，让我们可以辨认绘画内容。2002年，国家文物局发布首批禁止出国出境展览文物目录中，司马金龙墓出土漆瓶以其独特的历史和艺术价值，成为首批禁止出国出境展览文物之一。大家对这个漆瓶的故事还有什么别的看法？欢迎给我们留言评论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还有更多精彩故事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聊。最后别忘了点赞分享哦。单从在这里，谢谢各位看官了。